以色列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是欧美世界扶持中东新势力攫取中东利益的产物，但犹太人建国以色列的背后同样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甚至于现如今的巴以冲突背后也与苏联息息相关。想要探究二者之间有何渊源，或许还要从苏联解体、大批俄裔犹太人涌入以色列说起。犹太民族，一个在全世界各地漂泊了近2000年的民族，在长时间的大流散过程中，犹太人形成了许多分支。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等等。这些名称反映了犹太民族的缘起与演变过程。其中，俄罗斯犹太人指的是生活在现如今俄罗斯联邦以及前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时间维度上包括古罗斯、沙皇俄国、苏联等各个时期。这部分犹太人受原住国同化与融合，都使用俄语，具有共同的俄罗斯文化特征，因此他们也被称作俄裔犹太人。俄裔犹太人的形成同样是犹太人历史上大迁徙、大流散的结果。公元前13世纪末，犹太民族从现如今的埃及迁居至巴勒斯坦地区，并在公元前1000年建国以色列。历经1000余年的发展，犹太人最终被强大的罗马人赶出故土，自此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大流散。犹太人有的被迫迁移至中东其他地区，有的来到更远的欧洲，进入古罗斯的南部、黑海洋岸。这便是古罗斯犹太人的最早起源。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犹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和民族文化，且在大流散、大迁徙的过程中，犹太族往往不愿在信仰与文化上做出妥协，这就导致该民族无法融入到其他民族与文化中，从而引发其他民族的排斥。这也是犹太人始终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原因。而在古罗斯和东欧地区，这里的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犹太人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生存空间。再加上该地域繁荣的贸易，导致越来越多犹太人慕名而来，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群体逐渐诞生。他们在古罗斯地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公元9世纪初期，犹太教成为哈扎尔汗国的国教，这愈发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10世纪左右，大批犹太人开始迁往古罗斯政治文化中心基辅，在此从事商业贸易。18世纪中后期，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联合奥地利、普鲁士对波兰展开瓜分，原波兰地区的犹太人成为俄国属民。另外，俄罗斯在吞并东欧和波罗的海领土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批当地犹太人。至18世纪末期，俄罗斯境内的犹太人已经来到90万，19世纪中叶发展至240万，19世纪末来到500万，占据全世界犹太人总数量的一半。俄裔犹太人成为犹太民族的主要力量。然而，古罗斯也好，俄罗斯也罢，终究不是犹太人真正可以安营扎寨、落地生根的地方。犹太人始终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民族的复国主义理念早已深入每个犹太人的心底。于是，自19世纪末开始，俄裔犹太人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历史上，俄裔犹太人曾出现过2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在沙皇俄国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以前。沙俄时期，沙俄政府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及信仰普遍采取漠视、不友好态度，甚至对犹太人心生歧视。1881年4月，俄罗斯南部就曾发生过惨无人道的屠杀犹太人事件，此事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之心，更催生了后来的移民浪潮。到了沙皇尼古拉2世时期，犹太人的处境愈发每况愈下。为避免惨遭迫害，俄裔犹太人开始远走他乡。从1882至1914的32年间，大约200万俄裔犹太人离开了俄罗斯，其中大部分来到美国安家落户，少部分选择回到故土中东及巴勒斯坦境内。第一批移民浪潮持续到了苏联成立。沙皇统治被推翻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此举有效地遏制了国内反犹主义思想。列宁曾严肃指出，反犹主义是沙俄利用宗教狂热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犹太人已经被解放，得到公平对待的犹太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杰出的犹太人代表甚至成为苏联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在苏联的同化下，首先是苏联人，其次才是犹太人的思想深入到了大多数犹太人心中。可惜的是，俄裔犹太人在苏联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随着斯大林的上台，国内反犹主义倾向再度抬头。斯大林政府表面上虽坚持民族平等，但反犹主义政策日渐突出，其本人更是公然干预自己女儿的婚姻，要求她与犹太丈夫离婚。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国内的政治氛围愈发紧张，国内反犹主义势力趁机掀起大清洗运动，犹太人再一次成为被排挤的对象，这极大刺激了犹太人的移居倾向。
尤其是犹太人于1948年建国以色列之后，漂泊几千年的犹太人纷纷迸发出强烈的回流中东倾向。再到1953年，苏联发生了医生间谍案，政府首先将目标怀疑到了犹太人头上，认为是犹太人联合西方国家图谋杀害苏联领导人。于是苏联境内再度掀起反犹主义运动，但不想承认民族政策失效的苏联人又不愿直接放犹太人离开，因此这一时期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总量并不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国内经济出现停滞，为摆脱经济困境，争取到西方世界的贷款和最惠国待遇，苏联当局不得不缓和与欧美的关系。犹太人移民问题变成了苏联与西方沟通的筹码。1975年7月，苏联、美国、欧洲共同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在那之后，苏联每年都会允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移居海外，俄裔犹太人的移民浪潮就此拉开帷幕。仅1990、1991年就有42万犹太人离开苏联，其中33万来到以色列生活。苏联彻底分崩离析后，俄罗斯重新制定公民出入境管理方法，并就此放开犹太人的移民管理。而后10年时间，110万犹太人从俄罗斯回到以色列境内，回到阔别几千年的家乡。但上百万人的大移民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巴勒斯坦、以色列带去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巴勒斯坦而言，大规模犹太人的到来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巴以关系。首先，俄裔犹太人的到来极大增强了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以色列建国后，巴以两国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争斗，人口增长策略是双方掌控地区主导权的一大武器。19世纪末期，巴勒斯坦总人口100万，其中犹太人仅有2.5万。然而，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增长只能依靠正常生育，可犹太人却在短时间内牵来几十上百万的生力军。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巴勒斯坦境内犹太人数量已经来到65万。而后短短几年间，在以色列极具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引导下，大批犹太人迅速涌入以色列，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数量迅速赶超巴勒斯坦人。苏联解体后，上百万犹太人的到来更是彻底帮助以色列占据了对巴勒斯坦地界的主导权。大批犹太人的到来加剧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资源争抢，并进一步激化了巴以冲突。巴以冲突的本质就是领土争端，并夹杂着民族与宗教矛盾。俄裔犹太人的大量涌入，客观上加剧了巴以对当地土地、水资源等其他资源的争夺，激化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两大民族的矛盾。俄裔犹太人坚决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反对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撤离，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他们的底线是同意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实施部分自治。俄裔犹太人的立场和主张帮助他们迅速融入到了以色列主流社会，并与以色列右翼党派成为坚定盟友。不久后，俄裔犹太人甚至组建起一支名为“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的党派。这是一个比以色列右翼党派更加激进、极端的党派。只要以色列出现安全形势恶化，且执政党没有选择采取军事行动，该党派便会成为推动巴勒斯坦地区局势紧张的最大不安定因素。2018年11月，巴以冲突再度在加沙地区打响，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怒批道，与哈马斯谈判是对恐怖分子的投降，而这不过是俄裔犹太人党派的理念缩影。回归到故土的他们，俨然成为了反巴勒斯坦、反哈马斯的主力军。从这点意义上来看，苏联解体导致百万犹太人回流以色列，确实要为现如今的巴以冲突负责。俄裔犹太人这支命运颠沛流离的部族，经历几千年的漂泊后，终于回到了故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然而，他们的到来却激化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引发双方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不休。犹太人渴望回归家乡、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可以理解，可本就侵占了他国领土的犹太人，在来到巴勒斯坦之后，就将自己曾经遭受的一切转而施加到巴勒斯坦人身上，甚至毫无底线的扩张非法定居点，吞并了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领土。这样的行为是他们招致国际社会一致批评的主要原因，以后或将也是他们再一次被驱逐、踏上流浪之旅的导火索。